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任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今天我们的主角是 MIM-23英式飞弹。据台媒报道，在台湾服役长达63年的英式防空飞弹，于2023年6月29日正式全面退役。台湾18个英式飞弹连总共将近有304枚的英式飞弹，这些飞弹的库存处理原本让台湾军方伤透了脑筋，没想到美国找上了门来。经过协商后，美方已确认将回购大部分飞弹系统，送往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，加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。虽然回购价格可能会大打折扣，但与销毁淘汰的弹体及其再处理费用相比，显然这样再合适不过了，堪称多方共赢之举。为纪念英式飞弹系统捍卫领空荣光，空军防空暨飞弹指挥部特别设计了2款纪念图像，正面神架2字，为该系统成立之初部队代名，并以龙头、虎身、鹰翅组合，代表成立初期3个营区代号，原子箭头图案象征雷达控制飞弹实施精准打击，将战斗意志凝聚，并化为利箭直冲云霄。反面则以该系统实弹射击形象为主轴，彰显坚实战力。其中63代表英式飞弹光荣服役63年，1960到2023为英式飞弹系统服役年份17，以此纪念。MIM-23英式飞弹是美国雷神公司研制的中程地对空飞弹，主要是用来对抗中低空飞行的飞机。其名称英式 HAWK 是全程归向杀手的缩写，中文音译为霍克飞弹。英式飞弹1960年起在台服役，此后历经多次改良。台湾先前使用的英式飞弹型号为较新的 Hawk Phase 3，可以同时拦截多个低空目标来对抗饱和攻击。英式飞弹使用连续波照明，使飞弹在低空的接战表现。由于胜利女神力士型飞弹，战事资讯集团报载，英式飞弹的弹发击落几率为 0.56， 改良型英式飞弹为 0.85。由于英式飞弹服役多年，生产线早已关闭，零配件取得不易，因此台湾陆续让各英式飞弹阵地由天宫3型防空飞弹取代。英式飞弹系统的开发始于1952年，当时美国陆军开始研究半主动雷达导引的中程地对空飞弹。半主动导引的方式是在武器上面装置追踪特定讯号的寻标头，武器在发射出去之前会透过射控系统与讯号发射装置取得协调，发射之后寻标头会搜索目标反射回来的讯号，在比对这个讯号的特征、方位以及频率变化之后，透过修正姿态与航向的方式持续的追踪目标的动向。1954年7月，诺斯洛普公司获得了发射装置、雷达和火控系统的开发合同，而雷神公司则获得了飞弹合同。1956年6月，该飞弹首次试射，当时被命名为 XSAM-A18。1957年7月开发完成，应改名为 XM3 空中拦截飞弹。该飞弹最初由美国陆军于1959年部署，美国海军陆战队于1960年部署。由于系统的高度复杂性和电子管的质量不高，最初的英式飞弹系统在低空攻击目标时存在问题，飞弹在地面杂波中难以识别目标。陆军在1964年开始了鹰击改进计划，这涉及到对英式系统的许多升级，包括增加一个数字数据处理中央信息协调器，用于目标处理、威胁排序和拦截评估的数字数据处理中央信息协调器，具有更大的弹头、更小、更强大的 M112发动机以及改进的制导部分等等。1971年，他经历了一项重大改进计划，称为改进型鹰 I-Hawk， 对飞弹进行了多项改进，并用新型号替换了所有雷达系统。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不断进行改进，增加了改进的 ECCM 一种潜在的自动干扰功能。1995年增加了新型弹头，使其能够对抗短程战术飞弹。1994年，美国陆军的英式飞弹被 MIM-104爱国者飞弹取代，而美国海军直到2002年才被便携式短程 FIM-92毒刺防空飞弹取代。英式飞弹也在美国以外的西欧、日本和伊朗生产。美国从未在战斗中使用过英式飞弹，但其他国家已多次使用过它，大约生产了4万枚飞弹。英式飞弹采用锥形头部设计，弹体中后段则有4片梯形弹翼，并采 X 型布局，弹翼后方为可控制飞行路径的矩形斗。英式飞弹全长约 5.08 米，弹体直径为 0.37 米，翼展为 1.21 米，发射时重590公斤，弹头重量为54公斤。它的最小交战射程为2公里，最大射程为25公里，最小交战高度为60米，最大交战高度为11000米。
MIM-23B 至 N 版本全长5.03米，弹体直径为0.37米，弹头重75公斤，发射时重638公斤。改进的发动机总重量为395公斤，包括295公斤推进剂，最大射程增加到35公里，最大交战高度增加到18000米，最小范围减少至1.5公里。MIM-23B 的峰值速度约为每秒500米。该飞弹配备了射频近炸引信和撞击引信，制导系统采用 X 波段连续波单脉冲半主动雷达导引。20世纪70年代 ，NASA 在英式飞弹的基础上制造了 Nike Hawk 探空火箭。MIM-23B 具有更大的74公斤爆炸破片弹头、更小且改进的制导组件以及新型 M112 火箭发动机。新弹头可以产生约14000枚2克，覆盖更大的70度弧度。飞弹的 M112 火箭发动机的助推阶段为5秒，维持阶段为21秒。发动机的总重量为395公斤，包括295公斤推进剂。这款新型发动机将高海拔范围的交战范围提高到1.5至40公里，将低海拔范围提高到2.5至20公里，最小交战高度为60米。该飞弹于1971年投入使用，到1978年，所有美国单位都已转换为该标准。英式飞弹系统除了作为攻击主力的 MIN-23飞弹以外，还包含了多样的电子侦搜、指挥、通讯器材，才能构成一套完整的英式飞弹系统。此套系统可搭配野战机动，为野战单位提供对抗飞机的防空反击能量。英式飞弹系统服役初期使用的是以真空管为主的电子系统，妥善率极低，雷达的平均故障间隔仅有43小时。在后续导入新的半导体元件升级硬体，这个数值被大幅改善。改良型英式飞弹这个数值则增加到130至170小时之间。第3阶段升级计划时，已经达到300至400小时之间。服役初期，一个完整的英式飞弹发射连会有以下装备：一台脉冲搜索雷达，一台连续波搜索雷达，2台高功率多补勒照明雷达，一台测距雷达，一组资讯协调中心，一组飞弹连控制中心，一组接敌射击指挥站，它能控制1具 CWAR， 一台 HPI， 3台发射架，为英式飞弹最小级别的火控单位，一组排指挥所，2组发射架分配控制组，6具 M1923连装飞弹发射架，18枚战备弹，6台56库尔发电机，电源400赫兹，12具 M390飞弹存放架，36枚备射弹，3台 M501飞弹吊挂起重机，1辆机斗装载机，一组 ANMS-M43飞弹测试站。到第3阶段升级计划时，英式连的装备剩下一台脉冲搜索雷达，一台连续波搜索雷达，2台高功率多补勒照明雷达，一组火力控制中心，一套敌偶辨识系统，6辆数位化 M1923连装飞弹发射架，18枚战备弹，6台60千瓦发电机，电源400赫兹，12具 M390飞弹存放架，36枚备射弹，3台 M501飞弹吊挂起重机，1辆机斗装载机。大多数国家的英式飞弹装载于 M192型3连装飞弹发射架上。美军曾在1969年研发由 M548履带载重车整合 M192的自走飞弹发射车，编号 M727，计划在1971年8月停止。在 A 型以后的型号，英式飞弹的动力为一具双推力固态火箭发动机提供。MIM-23A 的发动机代号 M2218，全程燃烧时间25至32秒。MIM-23B 以后发动机换为 M112双推力固态火箭发动机。M112的第1阶段为加速，此阶段燃烧5秒；第2阶段为持续推力，此阶段燃烧21秒。后期英式飞弹主要改良均为精进巡标器的反干扰性能与准确度。英式飞弹在台军服役期间，总共参演神剑操演41次，实弹射击总共达324枚，成功拦截达293枚，拦截命中率高达90.4%。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霍克防空飞弹的性能早已经落后。随着天宫3型防空飞弹等新一代防空系统的陆续服役，英式飞弹在台湾已成为历史，但它未来在乌克兰仍有用武之地。感谢观看，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，请点赞订阅我，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。